不会出什么岔子吧？绝对不会有问题。没有私自备份吧？于公，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好。不错啊，很好。这怎么回事？这是你电脑里不会有病毒吧？不可能，我电脑怎么能有病毒呢？是不是卡死了？强制重启试试。我数据呢？硬盘里没有。我的数据也不见了。现在你电脑里的病毒把整个核算小组的数据都弄没了，现在怎么办？不可能，以前从来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那你的意思是他的电脑有病毒，还是我这个硬盘有病毒？我这个硬盘每转移完一个核算小组的数据，都会进行格式化，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算了算了，现在先不争执这些了，没意义。关键是这些数据，最晚明天早上我要拿到，你们熬夜也要完成。你等一下，反正是我的电脑出的问题，你让他们都走，我保证明天早上把数据给你。我都可以，你们自己商量。你就放心吧，他是我同学，人挺靠谱的。报酬啊，报酬我倒是没提，你们俩自己谈吧。不可能，他不可能会欺负你，要不然我宰他。行，那改天见。今天又不开会，你怎么来了？我来查资料，你呢？还能因为什么躲我妈呗？这不周炼刚打了个电话吗？周炼，他不是想给他的西餐厅拍宣传片吗？我就给他联系了贾石。你说这机会多好，我正好可以进一步试探他。只要关系到了恰当的程度，我一定有办法套他话。吃醋了？我说你这自恋的毛病准备什么时候改一改呢？改不了了，我已经放弃治疗了。哎，还有，我妈是不是又给你发微信了？你妈问我什么时候吃饭，你就说你工作很忙，记住一个原则，能拖就拖。我不能每次都这么回吧？哎呀，一想到他老人家，我都头疼。你疼着吧。刚入职就这么拼啊？没办法，我是倒了大霉了。怎么了？今天下班考数据的时候，我电脑突然崩溃了，整个小组的数据全没了。玉浩然说是我的电脑有病毒，还让我明天一早把数据交给他。没办法，只能赶工重做了。病毒？你查了吗？我给你看看。这些数据啊。玉工也真是的，这数据没有这么着急用啊。要不然你先回去，我跟他打个招呼。
那不行，我得争口气，明天早上把数据甩到他脸上。赵一霞，你当时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当时玉浩然拿移动硬盘拷数据，别人那儿都没事儿，然后到我这儿突然出现弹窗，系统就崩溃了。我强制重启，电脑里也没了，硬盘里也没数据。都没了。没有病毒。我就说吧，玉浩然根本就不听我解释。那就还有一种可能，这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了。可是玉浩然说，每考完一个小组的数据，他都会把硬盘格式化，说不可能是他硬盘有病毒。唉，算了，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就算他是存心的，我也认了。你这么爱较劲呢？成功，我自己可以的，您先回去吧。这种工作我也有好几年没碰过了。今天就当怀个旧吧，也分我一半，我给你弄。成功，可我自己抓紧时间，快，考虑我，来。露露，露露，快起来！啊，你怎么睡这儿了？昨天加了个班，4点才弄完。你可真行！快起来洗漱一下，我带你吃点东西。不想吃，我想睡觉。别懒了，赶紧。快来啊！你赶紧的。走。多亏有程维，要不然我真得通宵了。这于浩然现在还有这胆子了？姐，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我平时跟他没什么接触，他就跟杨迅那帮人走得比较近。这帮人这傻。所以我早就跟你说过，现在鼎华这个地方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无所谓，反正他们这么干，早晚是得把自己栽进去。等不了那么久了，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好欺负。姐，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咱们不能跟他们一样。我不害人，是他们自己害自己。杨迅的报销记录有很大的问题，采购上吃回扣，宣传上虚报开销，就连平时的报销账目都经常做手脚。这3年来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我还没有来得及查更早之前的记录。我看这些单据都是你签的字啊。我自己是有责任，可这一笔一笔单看，真的很难发现问题。你提供的这些资料，某种程度上来说，反倒减轻了他作为间谍的嫌疑。可这贪污公款同样也是严重的犯罪啊。那接下来怎么办？先保密吧。我要回去跟我同事商量一下。哦，对了，
你父亲申请了好多次，让我们把他的照片拿给你看，说你只要看到照片就放心了。他怎么还胖了？从来没见他这么小过。可能心里的自由比身体上的自由要重要的多吧。他现在终于能够活得坦荡了，精神状态自然比以前好了。这么久了，这是我得来唯一的好消息，谢谢。但是很抱歉啊，这张照片我不能给你。我以前一直想像我父亲一样，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搞职场斗争，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只要能往上爬就行。我以前还觉得我挺聪明的，现在发现我就是一个傻子。身边的人全都各怀鬼胎，可我却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不过向你们坦白一切，跟你们合作，是我做的最明智的决定。这事儿吧，其实看上去倒没什么，但其实一点都不简单。怎么讲？没想到苗路还挺成熟的，他要是跟玉浩然炒饭，这事儿一定会报上去。说苗路仗着他姐的事，直接跟部门领导叫板。可是我刚开始招他进来的时候，我只是在这程序上做了一点点的手脚。这要是一查的话，你等会儿，你在程序上做手脚了，这不是小事儿啊！怎么你说起来这么轻松的呢？哎呦，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看，苗路进这个职位没有半点问题吧？可是万一他们指责苗飞跟我搞利益小团体，我跟你说啊，这种谣言半真半假，最有杀伤力了。那我去跟邹教授申请一下，把苗路那个小组归到我的工作团队里来，我直接分配任务。可是特别助理这个职位，玉浩然肯定要跟你抢，你这么做不怕招黑啊？我不招也是黑的。我就是觉着，苗路这女孩还挺有意思的，就这么走了有点可惜。哪方面有意思啊？你这人哪儿都挺好的，就是这儿有点脏，太脏。喂，王哥，给你家里打款的账户查清楚了。你猜的没错。谢谢。杜母呢？没跟你一起啊？没有，我刚从外面回来的。这小子一般都最早到，今天怎么回事？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哎，你知道了哦？就许你们知道。来说正事吧。
我来说说杨迅的事儿吧。今天苗飞跟我见了面，给了我杨迅贪污公款的证据。贪污公款？那也就是说，杨迅也跟咱们案子没关系了？证据可靠吗？应该是可靠的。苗飞这件事情做得很细致，他详细核对了每一笔款的数目，正好跟杨迅这3年来的入账记录相匹配。那他说不定还有海外账户呢，要不我再查查？哪有间谍这么高调，还贪污公款？嫌自己暴露的不够快吗？间谍是有多种伪装方式的。我们的对手在鼎华扎根扎得这么深，你认为有多大的可能会冒着这种被公司除名的风险？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杨迅这条线也算是断了，而且他一直搞职场内耗，给我们调查也制造了很多麻烦。他现在正好有经济问题，就一起弄出去好了。你说呢，杜某？鼎华职场那点破事儿，让他们自己玩去。你找我，苗总。坐。我坐这儿。你做我特助这几年，我对你怎么样？都挺好的。我有打压你、刁难你吗？您这是哪儿的话？这肯定没有啊！我有排挤你、架空你吗？没有，您充分放我的权啊！放权这个词准确。你名义上是我的特助，实际上是行政管理中心第2个主管了。苗总怎么突然说这些？我这么信任你，你在背后捅我刀子呀？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苗总？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就凭着报销都能卡出这么大一笔钱。你看看，苗总，你这就是抬一手的事儿。这什么性质你不清楚是吧？贪污公款，我能说放就放吗？是，我知道。苗总，我这些年我就算有做的不太对的地方，我没有功劳，我还有苦劳吧？我把钱补上，肯定不。你把钱补上，自己辞职。说了这么半天，你还是要我走人？集团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就很好了，你不会还以为你自己能留下来吧？好，好，我走。庞总呢？谈事儿呢？啊？谈事儿呢？什么时候进去啊？进去好长时间了吧？您好，欢迎光临。你好。我的客人，你先去忙吧。好的。哎 ，Hello。你这儿怎么一天一个样儿？这不是为了配合拍广告吗？拍完了？哟，那太可惜了，我还想凑个热闹呢。我跟你说啊，你介绍这人特靠谱，所以今天午饭我请了，行吗？行啊，我才不跟你客气。走啊。哇，这没有。这回可赚到了，这些都是以前吃不起的东西啊。马总可真会开玩笑，我这小店还有你吃不起的东西啊。哎，菲菲这次怎么没有跟你一块来啊？苗总现在是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抽不开身。怎么了？现在啊，有的人变着法儿的给他使绊子。你们俩关系这么好，他应该跟你说过吧？听过一些，他爸病退，
接着贾长安就出事了。根本不是这些事儿。那又怎么了？哎，算了算了，公司的事儿你就别管。要我说呢，菲菲还不如出来自己单干得了。做个像长安科技这样的公司，挣得多也省心得多。白手起家没这么容易吧？那可不一定。菲菲手上握着那么多资源，加上他爸的影响力，是吧？至少不会比贾长安差吧。再说了，贾长安都能从鼎华拿到 C 类的矿石配额，菲菲不能比他少吧？以前的老苗总呢，确实会有实权，现在不一样。我倒是觉得这些人跟他明争暗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利益冲突。如果菲菲愿意主动把位置让出来，把利益让出来的话，说不定这些人反倒愿意跟他合作，互益互利嘛。真是没想到啊，你居然把人心看得这么透彻。你说你这张嘴怎么老在夸人啊？彭总，苗总，这儿就咱们2个人，所以呢，我也不兜圈子了。杨迅的事儿我已经知道。好，这事儿我本来是希望私下解决，免得大家闹得不好看。如果能这样，那是最好的。你说这事儿说小，也不是小事儿，但是你说大，谈不上什么大事。彭总，贪污公款，而且还不是小数目，这事儿在我看来可小不了。这不，毕竟还没盖棺定论嘛，对吧？咱们这儿现在也不能武断的就判定说杨迅一定贪污公款。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您可以看看这些证据，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可以解释给您听。好，咱们就认定他贪污公款了。但是你我这种做领导的，是不是不能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对吗？每个人都会犯错，咱们也得区分一下这个错误的性质吧。怎么区分呢？你比如杨迅出卖国家核心机密，参与走私矿石，这个罪过国法难容。但是就目前他犯的这个事儿，这顶多是一时起了贪心，对吧？我们做领导的，我们督促他把款补回去，这个对鼎华没有多大损害。如果贪污了公款，把钱还回去就没事了，那大家都会试一试。反正被发现了也不用负责任，不被发现还赚大了。不是，小苗总，你这就有点抬杠了。我说的不是每一个人，我说的是杨迅，你我都熟悉的这个人。这个人是我们的同事，就相当于战友，这都是为鼎华做出过贡献的人，干嘛要置人于死地，把事情弄得这么难看呢？庞总，您以往开会一直都强调纪律原则，强调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怎么今天杨迅犯了事，到您这儿您就换了套说辞啊？我并没有换一套说辞，我只是想让你换一个角度，对吧？我们不要钻牛角尖儿。我这好歹是你领导，对吧？我跟你父亲之间，对不对？我说的话你总得考虑一下吧。您说的话我一直都有考虑，可现在您说的这些话，在我看来就是双重标准、选择性健忘。杨迅的事儿还没有最后结论，他确实有做手脚的可能，但小苗总，你听好了，最后拍板的人不是他，可证据明明白白摆在了这里，但最后签字的人是你。这件事情跟杨迅参与其中，私下利益分配的只有你们2个人。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你脱不了干系。
小苗总，你好好想想啊。为了保杨迅，把脏水泼在你身上，这种人平时这么道貌岸然，背地里这么流氓。苗总，鼎华为什么会让这种人身居高位啊？你刚来不久，不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会说空话的人。他这个人有能力，有手段。之前都是我爸压着他，现在林总都不一定能治得了他。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不放过杨迅，他也肯定不会放过我。他是常务副总，事情放到台面上，我不一定能斗得过他。结果最后很可能是两败俱伤，我跟杨迅一起出局。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需要硬碰硬，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层面，你应该直接去找林总。你在林总面前先承认自己的错误，再把杨迅的事情报上去。这种事情林总不会没见过，而且他会帮你。你别忘了，庞一山做的太大，对林总也是一种威胁。苗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向您提出辞呈。你这是干什么呀？到底有什么事儿？把事儿说出来。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公司带来了重大损失。什么责任？什么损失啊？先把事情说出来。我太大意了，在这些东西上面签了字。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直有人通过虚假报销去侵占公司资产。这些是我已经找到的证据。杨迅以种种方式侵占公司资产，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是我管理上的疏漏和失职。不是这样的，苗飞诬陷我。我为什么要诬陷你？难道这些证据都是假的？报表不是你填的，采购价格不是你做的？这些东西是经过很多人的手。杨迅，你现在承认把钱退回来，公司可以考虑不起诉你，你也可以不承认。我会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彻底查清楚。林总，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事情的证据其实还不是很准确，而且指向性也不是很明确，所以说这个事情还不好说。鼎华绝对不允许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存在，对吗？但是我们鼎华也不能无端的对某个人做这种有罪的推定，对吧？我还是那句话，鼎华坚持原则，公平公正。我既不希望杨迅贪污公款，我也不希望苗飞诬陷杨迅，对吧？也不是非黑即白，是不是有可能中间有什么误会？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误会解释不了啊。比方说啊，杨迅核对不清，高估预算，而苗总呢审核不细，草率签字，这看似都不是什么大事啊，但合在了一起，就导致了现在的情况。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说，
我们作为领导层，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得谨慎全面，对吧？你说杨迅有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对吧？但是你说为他签字拍板的苗飞呢？难道就一点问题没有吗？对吧？刚才苗总自己也说了，可能是他工作上的疏漏和失职，对吧？庞总说的很对，谁都可能有问题，是这样的。这件事情涉及到贪污公款，性质严重。林总，我认为我们应该直接报案，让公安检察院这样专业的执法机构直接介入调查。杨旭如果真的有问题，那肯定不是他自己的事儿。至于这背后牵扯出来的人，也不是我们公司内部能调查得了的。既然各有各的道理，那只能按马总的建议来解决了。林总，各位领导，立案调查影响咱们公司的运营，损害我们的名誉。我工作有失误，我认了。我保证，我会赔偿全部的差额。我申请辞职。你开口说彭一山说的对，我心都凉了。我还在想，你什么时候被他们给拉拢过去？哎，看来我在你心里是一个可以随时叛变的倾向。我就是觉得我很难看透你。怎么可能呢？我这个人善良、正直、坦荡，有什么看不透的？总之，这份情我领了。以后你在鼎华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一定都会尽全力去帮你。谢谢苗总。晚上有空吗？今天？有今天还真不行，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女朋友？当然不是了。女性朋友。要真是女朋友就好了。东猛，你要准备走着去开会啊？我打车。你这2天是怎么回事？我的私事你都要管是吗？上车。你有意见，我允许，我也尊重，但你能不能别自己憋着？你能把话说清楚吗？韩静，我不接受你的施舍。什么施舍？你为什么要偷偷资助我家里？我自己养不了家吗？你怎么知道的？这重要吗？我只是想帮你。你瞒着我，说明你知道我不会接受。就是因为我了解你，我才瞒着你。每个人家里都有自己过不去的坎儿。以前我们家出事的时候，也有人帮我。那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那时候你还是学生，现在我已经工作了。是，我妈治病是需要钱，但我自己能够负担。你要怎么负担？不吃不喝，下班了再做一份兼职。你的工作允许你这样吗？我了解你的性格，但不代表我能够理解你。让别人知道你们家有困难，这就伤你自尊了。你的朋友帮助你，这就伤你自尊了。自尊不是应该让一个人变得更强大吗？你为什么变得这么脆弱呢？
别人可以帮我，你不可以。我先说一下鼎华内部的情况。杨迅已经被迫辞职了。那周炼那边呢？有没有套出什么？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密钥丢失以后，对方已经很久没有动作了。那就等他们行动。等？这就是你的意见？我的意见有人听吗？我听，你说说。对方要的是什么 ？DS 矿石，管它人工合成的也好，地里挖出来的也行，反正他们要的就是这个。但是现在合成技术根本就还在验证阶段，你在那守着，有什么好守的？这倒是个新思路啊。你接着说。所以说，有这个时间、精力、人手，还不如按照之前查长安科技的办法，查查别的小公司。那么多公司都能从鼎华拿到配额，谁知道里面是不是还藏着一个长安科技？我觉得市局确实得加派点人手，朝着这个方向好好查一查。长安科技出事也已经这么久了，鼎华的配额也应该重新分配了吧？我倒不这么觉得。菲菲在公司积累了那么多的资源，加上他爸的影响力，至少不会比贾长安做的差吧？再说了，贾长安都能从鼎华拿到 C 类的矿石配额，菲菲不会比他少。杜某，多亏你提醒我。贾长安出事之前，苗飞知不知道长安科技从鼎华拿走了多少配额？这个是后来我们告诉他的。苗飞应该不知道，他一直都不清楚长安科技具体什么情况，而且贾长安也不会跟他说。案发之后才知道，那他应该不会说。一方面我们叮嘱他贾长安的事情一定要保密，还有一方面苗飞本人非常在意他跟他父亲的生育问题。论配额，苗焕阳有很大的嫌疑以权谋私，所以苗飞应该不会说的。那周炼怎么会知道贾长安拿走了 C 类配额？杨迅的这些材料原件你们拿走，复印一份留给我就行。好的。你们代表公司去跟杨迅对接，让他在30个工作日内把款项补上。逾期不到账，走法律程序。好的，没问题，苗总。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有问题随时沟通。好的。姐，我听说杨迅辞职了。辞了？是因为我的那件事儿？玉浩然跟杨迅关系近，你把杨迅踢走了，接下来就该对付玉浩然了吧？杨迅这个事情呢很复杂，牵涉的东西也多，我懒得跟你细说。至于玉浩然呢，我也没心思整他，除非他继续作死。不过他现在跟我也扯不上什么关系，我们组现在都归成功管。程雷那个人挺踏实的，你好好跟人家学学。对啊，程雷他脾气特别好，工作能力又强。姐，我打算找机会请他吃顿饭，不影响公司规定吧？是该好好处理一下这个关系。我去接个电话。哎，不用，你在这儿接吧，我没事先走了啊。
苗飞，你现在说话方便吗？我有个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我去接个电话。哎，不用，你在这儿接吧，我没事先走了啊。苗飞，你现在说话方便吗？我有个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你说，你有没有跟别人提过，长安科技可以从鼎华拿到 C 类的配额？没有。这么确定？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好，我知道了。为什么问我这个？没事，明天见面说。苗飞说，他很确定的说，他没有跟别人提过。那有没有可能，周炼是从贾长安的口里得知的？也能从其他渠道获知，比如鼎华内部。但是通常这种事情，苗焕阳应该不会弄得人尽皆知，而且连后面的案情通报案里面都没有具体的数额，不能排除鼎华高层有人知道。这个很好验证，调取周炼的通话记录，看一看哪个号码是属于鼎华高层的。可如果周炼这个人本身身份就有问题，他怎么可能只用一部手机呢？我们现在还差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应该没错了。这能说明什么？贾长安拨的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停车的地方。没错，而且我们当时并不熟悉鼎华附近的地形。周炼的西餐厅。你确定不需要帮忙？这些交给我们市局就好了，你自己做好防卫工作。毕竟我们都不知道徐贺的目的是什么。行吧，反正我也不屑用美男计。杜龙跑这么快啊，连个人影都没了。哎，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儿？你不要怀疑一个专业人士的专业眼光行吗？你们俩肯定有事儿。小事儿。对你来说可能是小事儿，对杜母来说可就不一定喽。让他自己钻牛角尖去吧，估计过2天就好了。一个钻牛角尖的人，不是这么容易出来的。我建议啊，你赶紧把所有的话说清楚，这样比较好。我跟他有什么好说清楚的？你什么都不知道，别瞎出主意啊！他追你，把你的心思花在案件上好吗？行，没问题。周炼这个人呢，有上述诸多疑点，所以他现在是我们的主要怀疑目标。但是在掌握实质性的证据之前，我们不能对他进行抓捕。所以，我们现在要对这个人展开布控，一来是为了防止他突然逃跑，还有就是为了了解他所有的社交网络。洞网、老六，你们2个带人对他进行24小时轮流布控。明白，明白。我们要对周炼这个人每天的行动轨迹展开全盘的掌握，有任何可疑的事情都要记下来，除非涉及自己或者目标对方的人身安全，否则不要轻易暴露。明白。Kitty kitty. Don't worry. Got a new job for me, boss?
In a couple of days, we'll send you to China. Get ready for that. Is there a problem with Chow? No, not really. Just in case. You should have assigned me to the job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ough, right? You have your ability, but he has his. All right. I guess it's just another donkey work for me again, right? For now, nope. He's just been a little bit disobedient. Go and give him a lesson. My pleasure. I can be an excellent teacher. From what I know, MSS of China has already interven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So don't ever, never underestimate them. Copy that. You're the boss. 你昨天打的那个电话，是不是怀疑周烈？为什么这样问？你问我有没有透露长安科技配额的事情，我还能透露给谁？不就是他吗？你很聪明。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周烈呢是你的闺蜜，所以她很早就进入我们的视线了，但一直没有证据指明她是犯罪嫌疑人。直到昨天，她重新成为我们的怀疑对象。因为他知道矿石配额的事。周烈跟别人提起，说长安科技一直能在鼎华拿到 C 类配额。也就是说，是从长安那里知道的。暂时还不好说，也有可能周烈还认识鼎华的其他高层。你给我看那张照片的时候，贾长安情人的那张照片，我看到第一眼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好像周烈。你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说呢？这怎么好说呢？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念头。难道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周烈跟贾长安的关系吗？也可能有吧，就是自己不愿意相信，自己骗自己。苗飞，我理解你的心情。有些事情，你只有面对了，才有机会有转机。如果身边有不对的人，尽早的认清，尽早的离开，才有可能跟对的人相遇。爱情也好，友情也是，都是这样。你说的对，是我太软弱了。你已经很坚强了，我们一起加油，尽快查出真相。这道菜不怪顾客提问题，我尝着也觉得味道不够正。不是吧，老板？土豆、金枪鱼调料全是国外进口的。我记得金枪鱼好像用的是罐头吧？是，但也是专用的。这道菜肉质没有问题，但是香料味偏重了，你尝尝。确实有点儿。好吧，这不是你的问题。我下次进货的时候换一个牌子，这道菜就先停了。太浪费了吧？不就之前那一个客人提过意见吗？一个客人的意见也很重要，如果不加以重视的话，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明白了。好吧，你去准备5件高峰吧，辛苦了。好的。
一道菜聊这么久，可真够闲的。也许他们俩说的是黑话呢。你得了吧你！你看啊，周炼说土豆泥不好吃，实际上就是在讲我们现在的处境不好，进展不顺利。厨师说材料都是进口的，你放心吧，就是在回答他，我们一切 OK， 你放心好了。编，接着编。你听我说完啊，刚才说什么来着？啊，对，罐头。周炼说，这罐头不能用，就是说我们不能藏在罐头里了，要新换一个牌子，那就是要补充新鲜血液，然后展开新的计划。你看，是不是全对上了？都什么年代了，费这么大劲拐弯抹角，直接在纸上写或者用手机打字不好吗？哎呦，就你还想找对象呢？这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这又是土豆泥，这又是罐头的，我都有点饿了。哎，你饿吗？要不然一会儿到他们店里订一外卖，顺便进局里观察一下呗。观察一下可以，但这家店这么贵，局里肯定不能给报。你请客。我不请，上回是我请的。上回那餐厅5个人才吃40块钱，那40块钱也是钱呢。再说了，你工资还比我高呢。你请，打住啊，没比你高几个钱。待会儿给你加个鸡腿吧。我说你怎么就没有女朋友呢？抠门？哎，抠门。庞总，您一直掌管着技术这一块，对产品本身也是相当的了解。有一件事儿啊，想跟您确认一下。说，就是鼎华即将上市的这个医疗器械产品，是否已经申请过专利啊？当然申请过专利，你操起这个心来。啊，那产品的每一项技术都申请了吗？哎，我说你最近是闲的手头没工作了是吗？这不属于人事部的工作范畴吧？是，庞总说的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有遗漏的话，必须第一时间提出申请，不能再等了。为什么？您还记不记得研发部档案室的事儿？怎么了？我就是担心啊，如果有人偷取了密钥，会对我们公司造成巨大的威胁啊！什么威胁？如果是对手，或者说其他国内国外的公司盗取了密钥，解密了我们的技术文件，这后果不堪设想。就算他盗取了密钥，他也拿不到技术文件啊，这也没用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人家已经拿到了技术文件，再来偷取密钥呢？这怎么可能呢？玉哥，怎么了？哦，庞总，这儿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儿，那我等一下再来。你过来吧。哎，对了，玉哥，我正想问你，这个马总对你们这个技术研发部门很担心啊。他就是说，如果有人要窃取了这个密钥，我说窃取了密钥，他拿不到技术文件，是不是也没有用？啊，是的，那是肯定的。再有了，就是说按照你们的这个规章制度，有没有可能私自泄露这个技术文件呢？其实我也不是怀疑谁故意去泄露文件。庞总，您还记不记得邹教授电脑中木马的事儿？邹教授跟这个产品研发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周教授负责 DS 材料人工合成技术，已经2年没操心过产品的事儿了。但是那天植株木马的时候，实施物理隔离的区域仅限于研发部实验室，新的规章制度还没有完全落实。如果有人没有严格按照安全条例，还是会有泄露文件的风险。这倒确实是个隐患。但是鼎华的所有项目都会第一时间申请专利，而且走的是 PDC 国际专利认证渠道，覆盖欧盟、日本、美国。所以我觉得在专利抢注这个事情上，我倒不是特别担心。
那就好。就像您说的，这确实是个隐患。如果有人做仿制品，那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啊。那你觉得该怎么办？我认为啊，应该先调查清楚是否有泄露文件，泄露了哪些文件，然后再做下一步安排。有道理。按道理来说，这件事儿属于行政管理中心负责，但是现在呢，杨迅离职，小苗总又忙不过来。既然你这么热心这个事儿，要不这个调查的事儿就由你来负责吧。交给我？对。然后那个玉工，你配合一下啊。好。就这些。那天呢，正好进行联机演练，所以迟了1天才进行了物理隔离。像这些都是进行基础演算的机器，最多也就是相关数据泄露出去，倒是没太大问题。不过，根据 IT 部门网络流量的记录，这数量好像对不上吧？啊，那肯定是有一些个人电脑忘记断开连接啊。不过你放心啊，这个个人电脑从来就不允许拷贝内部资料，应该没事的。为了以防万一啊，还是检测一下吧。我倒是无所谓啊，可是就怕有些人可能会有意见。你想啊，5秒刚刚出事，都人心惶惶的，现在又来查个人电脑，这没事儿的。所有人电脑都查，这又不是针对谁。啊，其实我倒觉得没什么意义啊。你想啊，这个电脑里就算当时有重要文件，可是后来全都删了呢。哪怕是删了，也会有数据记录的。这个我倒是不太懂啊。不过我会请相关的专家，就算是一块废弃的硬盘，它也可以数据还原。这么厉害呀！情况怎么样？目标进商场了，老六那组人在跟。今天有收获吗？暂时没有。周炼给我的感觉，他真的特别用心的在经营那家餐厅，完全不像是把他当做掩护。苗飞怎么说？他也跟我承认他怀疑周炼，但是也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线索。那天你说所有人都可以帮你，我不可以，为什么？哦，因为你是我的直接领导，又是我最佩服的人，所以我就……咱俩现在这种状态已经影响工作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开了，这对话仅限于咱俩之间，行吗？你这个人呢，工作中是我的得力助手，生活中
反而是你照顾我比较多。行了，你先把“但是”2个字说了吧。杜梦，只是我对你这个人呢，一开始的心理建设就是建立在朋友的基础上。心理方面特征的问题，我们都受过培训，你懂我在说什么。这我都知道。对不起啊。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是我自己太后知后觉了。作为朋友，这是我的过错；作为上级，这更是我的责任。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种事儿，你能不能就别当案子来分析了？行，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了，我也接受。这样就挺好。但是，你对我家的资助，我还是不能接受。你就当是我借给你呢，或者你可以这样想，你是借了一笔没有利息的贷款。当然了，你要想给我利息，我也是接受的。那不能超过银行的利息。哟，他俩和好了呀？你看我干嘛？他俩和好了，你不好了？怎么可能？我是多大度的一个男人。感情这种事儿啊，只有一种男人会大度。哪种？渣女。伯父查了之前所有的视频资料，发现周炼虽然在鼎华的周围活动，但是他从来没有直接进入过鼎华，好像是在刻意避嫌一样。有没有可能进行了伪装？我借用天眼系统，通过优换算法对比了密钥失窃当天所有的内部监控，并没有发现符合周炼体态特征的人出入。意料之中。你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呢是周炼近2个月的通话记录。咱们先排除他还有一个手机的可能性，但就这份通话记录来看，周炼确实没有跟鼎华其他的高层有过联系。不对，还有马上。对呀，你小子还被重点标记出来了。你看，老六干的啊，他表示你很有嫌疑。真是无聊。不过呢，这2天盯梢下来，可以发现周炼的生活轨迹特别的简单。他就是从家，然后到他的西餐厅，中间呢去过一趟商场，买了几件衣服。接触的人呢，也只有服务员、厨师、客户，然后还有那个销售员。可是就这一家店的客人，就已经够我们忙活的了。不过总体来说，周炼的表现有点普通了，可以说是过于普通。飞，哎，想吃点什么？我亲手给你做。下楼送个客户，顺道来看看你，来不及吃饭，订了外卖。不要老吃这么没有营养的东西，对身体不好。这不是忙不过来吗？哎，你周末有空吗？到我家吃饭吧。周末，周六可以。那就周六，我这周打死都不加班了。最近这么忙？
自从杨迅走了以后，我就一直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你说他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呢，总觉得他不干正事儿，他现在一走，才发现工作还真不少。那你非得把人家赶走？谁让他非得欺负我妹呢？我这个人呢，谁给我一颗枣，我一定2倍还回去；谁给我一巴掌，我10倍奉还。哦，是吗？当然。给你啊。什么意思啊？你2倍还回来啊？打劫啊你！那我先回公司了，周六见。行，周六见。彭总，我这一走，鼎华乱成一团了吧？差不多。我看苗飞天天加班，活该，累死他得了。之前看在老苗的面子上不跟这些小辈计较，看来现在也不能太放任。彭总，这仇你得给我报啊！我敬你一杯。你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要开。彭总，在前景7年内，我要是还不上这个所有款项，鼎华就得起诉我，他要送我去坐牢。我账户里我所有的钱我都给他打过去了，房子抵押了，车也卖了，该问的朋友我都问过了，还是不够。还差多少？20万？200万？为什么会花这么多呢？你知道我平时我这工作就是各种应酬嘛。再说我每次出去都是我买单。庞总，您一向大方，都是抢着付。可是我作为下属，哪能让您买单？没有让领导买单的道理。没有，你少跟我来这套。你吃吃喝喝能花多少钱，我心里没数啊。你不要自己挥霍了，都算到我头上啊。没有。你出事了，我肯定会帮你。密码是6个8。谢谢庞总，我一筹到钱，我第一时间要把钱还给你。什么还不还的呀？咱俩情感在这儿呢啊！这10万块钱算我给你的啊。10万不够啊，庞总！我现在手里能拿出的活钱就这么多，那投出去的也收不回来。对了，你那房子不是要出手吗？我给你找个大方点的买家，多出点。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庞总？你年轻人犯了错，你就要自己承担。我帮你已经帮得够多的了，我先走了啊。回头再说。庞总。成功！我在楼下买奶茶，顺便帮你也买。哎呀，谢谢。成功，你今天晚上有安排吗？我没有。太好了，你之前不是帮我做数据吗？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你。不用，我就是顺带手的帮个忙。你就给我个机会呗。你好意我心领了，你就继续努力加油就可以了。啊，其实我还有很多工作上的问题想请教你，你就给我个面子吧，成功。行，我把这个弄完啊。成功，你教我那个核算方法特别好用，我还教给其他同事了。你没跟他们说是我教给你的吧？怎么了？还不能说呀？不是，别人知道你上级教了你一些手法，这个
为你之间会做恶。我又不傻，你放心，我绝不会说。哎，你俩有人推！你胡说什么呀？轩，你别胡说。有人推！好多人。谁也别走，谁也不能走。你姐阴我，别以为我不知道，别碰我，我跟你们姓名的没完！你不要脸你！是你自己贪污，你还有脸说我姐？谁贪污？哎，你怎么还动手呢你？你没事吧？我吐彩了，你还敢动我？你再动我点试试！你打女人干什么？怎么推我？别打！挺厉害的你！这推！这什么动？你抱我试试！抱我腿！让你抱！抱！这让抱！让干！这样！干嘛呢你没事吧？你？没事，我眼睛呢？咬你了，没大事。我看我脸上这没事。你跟那个贱人合起伙来整我，别以为老子我不知道！疯了吧你！我疯！给我放开！别打了！放开！你喝醉了，我东西！没事吧？没事。您好，您要去哪儿？去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店。好嘞，您这是来旅游的？朋友。嘿，先生您好。先生，请来这里签个字。先生，这是你的房卡，电梯在那边，我们会有服务人员带你去房间。先生您慢走，祝您在双栖市玩得愉快。下次请你喝一杯。先生您请。先生，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对，等等。您有什么需要？
怎么那么脏啊？实在抱歉，先生，如果您不满意，我给您换一件。这样。谢谢您的理解。有时候不干净就是干净。刀工不错嘛，怎么之前没发现啊？我妈去世以后，家里的饭基本都是我在做，那个时候练的。很早之前的事了吧？自从回长安搬来以后，就没怎么做了，生疏。我来切吧，好歹我也算是专业人士。不用，专程请你来吃饭，怎么能让你忙活呢？你去坐着吧，这边交给我。可是我也不想闲着呀。不然你去给我泡杯茶吧，我想喝。好。喝什么茶呀？随便。哎呦，玫瑰花茶怎么样？行。没动手，是不是露馅了？可能是出于谨慎呢。那我做准备去了。嗯。这么沉得住气？你说这换作是正常人，也会想想拿起来看一下吧？他反而用毯子把文件给盖住了，这也说明他意识到了危险。也许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像只是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一遇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燃烧青春，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像千千万万个和你一样的池子，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